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，怪事儿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万万没想到，姐二最后几期的热度竟然都被陈小云包揽了，而且故事还在继续。要是她平稳发挥，不到幺蛾子，好感度绝对爆棚。可惜她并不满足于此，因为分词争执，硬拉着容祖儿上了好几次热搜。本来就是一件小事儿，道个歉也就过去了，可她偏不，牵扯出一系列的连续剧。甚至内涵容祖儿没热度，亲自下场怼网友，结果大家也看到啦，陈小云路人缘急转直下，贴上了绿茶的标签，还掉了2个代言，可以说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。就在大家都准备看他们后续的时候，大团圆剧本安排上了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节目组安排了一场姐姐们的聚会，期间还放出了不少有爱的互动，然后煽情桥段来了，蒋璐霞哭着说特别不舍不得姐姐们，而陈小云则在这会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，还拿起不知道从哪里准备的话筒。我有话想对祖儿说，他表示想抱抱容祖儿，抱之前还试探性的问了一句好不好，祖儿回答的非常爽快，好啊，然后就上演了和谐的一幕。之后陈小云的话就改成了后期配音，他说自己有时候很直很莽撞很讨人厌，还表示要多听听其他人的声音，并且表示所有的舆论和抨击他全部都接受。之后呢，容祖儿也大方的表示这些都是小事儿，大家只有换位思考才能感情越来越深。随后2个人手紧紧的拉在一起，这样一来2个人算是以笑泯恩仇了。其实仪态觉得祖儿或许都没把这些放在心上，既然陈小云说出来了，自己也好做个顺水人情。毕竟作为香港乐坛天后，祖儿这些年大风大浪应该见了不少，这点小矛盾或许早就化解开了。但话说回来，虽然陈小云和容祖儿和解是大团圆结局，陈小云呢也凭借着温馨的一幕拉回了不少好感。在道歉的节目播出后不到2天的时间里，陈小云在成团榜上的票数已经到了6万。要知道仪态上一个票数截图还是在播出前一天截下的，不到3天的时间里，陈小云增长了近4万5千票，而早先7天才增长了1万6千票，这变化也太明显了吧，只能说这签到的真值。当然啦，有人买账也有人不买账。有人指出，那会儿出现争执的时候，陈小云没有在第一时间向容祖儿道歉，这次也是一样，仅仅是拥抱，连正式的道歉都没有。而且还没有正式进入道歉的环节，陈小云的语气就开始变得委屈巴巴，眼睛里面一直饱含眼泪，声音微微颤抖，好像有人欺负她一样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的行为很眼熟呢？剧本里绿茶是不是这个套路？以为随便掉2滴眼泪就可以让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？他是有多怀疑我们的智商？如果不是这次弄丢了商务合作，也许他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还有人扒出了录制时间，姐儿武功舞台的录制时间是16号，他的迷惑行为是21号。如果一切说得通，那所谓的道歉声明应该是补录的。在长达这么久的时间里，陈小云都无动于衷，非要现场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这种急于洗白的心思也是十分明显了呀。证据还不止这些，细心的网友还进行了表情剖析。陈小云抱祖儿那会儿表情是这样子的，旁边的姐姐们看到2人和解，表情也是五花八门。在陈小云表明自己的态度之后，亲切地挽着杨丞琳的手，杨丞琳此刻的表情是这样的。那英呢则替陈小云解释，说她当时可能确实也是想把这首歌表演好，不过也有几个姐姐完全无感，张柏芝全程没有反应，周笔畅脸上更是没有太多的表情，王鸥呢自顾自的玩手机，刚刚姐子一语双关，主要是落落大方。我觉得小云是白皙朦胧的，朦胧。乍一看是夸人，可细品又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祖儿问他是因为方脸吗？刚刚姐认真夸他是大气。陈小云不明白朦胧，刚刚姐却没有回应。仪态这里大胆猜测一下，白皙朦胧约等于阴阳怪气。举个例子，在武功小考的时候，蒋璐霞对阵吕一，小霞先上，她说赶紧完事儿；杨丞琳先上，她说我先，怕忘记动作；那英对阵比比，娜姐先上，她说笨的先。当轮到陈小云李菲儿的时候，陈小云要和她石头剪刀布，这话一出，王鸥、那英、胡静都没了笑容，甚至有点蒙圈。和陈小云对的即刻，比比也面无表情。李菲儿呢，果断拒绝陈小云的提议，算了，我来吧，头发一甩上场了。后来李菲儿因为开场没对上节奏，惜败陈小云。没想到陈小云竟然对李菲儿说对不起，这是几个意思？可能看了陈小云前面几期的行为，仪态这里有点主观了。不过综合来看，她的表现真的让人觉得很奇怪，有点话里有话那味儿。
而且当时选那英和比比的时候，心里已经有想法了，还吊着娜姐，这可能就是刚刚姐说的朦胧吧？不知道大家怎么解读呢？不过仪态真的蛮佩服刚刚姐，看破不说破，委婉又高级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陈小云不道歉被骂，道歉也被骂呢？仪态觉得在新一期里，这个所谓的和解拥抱，与其说是陈小云和容祖儿和解了，倒不如说陈小云和自己和解了。蹭完了热度，弄丢了代言，这个时候想打同情牌了，抱歉，我们才不会上当呢。如今陈小云的绿茶人设已经深入人心，其实在分词的时候，她的行为还没有那么绿茶，毕竟谁都有权利替自己争取利益，想要唱简单的部分也无可厚非。当时她只是缺乏团队意识，倒不至于关上绿茶的人设。可是之后她在网上的迷惑发言，讽刺容祖儿的热度不如自己，绿茶人设就已经彻底实锤了。想要走一条黑红的道路，却逐渐发现这条路走不通，无奈之下只好通过卖惨来挽回好感。不得不说，陈小云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。从她的迷惑发言中可以看出，她想树立一个自己知错就改的人设。可是她似乎弄错了道歉对象，比起扭转舆论，她更应该向容祖儿道歉。作为本次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，其实祖儿是被迫卷入这场风波的。暗讽对方没热度，却从来没有公开向容祖儿道歉，看似主动给了一个拥抱，更像是把容祖儿当作扭转舆论的工具人。而大家之所以在陈小云道歉后还揪着她不放，无非是觉得她没有诚意罢了。首先，如果她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，最起码应该真诚地向容祖儿道歉，而不是避重就轻，拿自己的性格挡枪。说到底，就算陈小云当时是由于情绪激动，忽略了祖儿的感受，但心态平和后总该有点表示吧，毕竟谁都有情绪，你的情绪并不是无理的挡箭牌。其次，从争执事件到后面的内涵，再到当着祖儿的面示好周笔畅，陈小云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点让祖儿难看。她不仅欠祖儿一个道歉，还欠祖儿一个解释。陈小云呢，想要真正洗白，就要面对自己做过的所有的事情，而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把我们当傻子忽悠。真不是仪态把她想得太坏。结合之前的所有表现来看，我对她的滤镜已经碎了不少。即便有了现在这场和解，依然觉得有演的感觉。那么对于这场和解，大家怎么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仪态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仪态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仪态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